其实这张我觉得画的挺好的，但是问题呢，在于他画了太多细节，就是每个地方都认真画了，但视觉重心没有做好，结果就是造成完成度看起来反而是不够的。这个是因为人的视线会天然落在一个高对比的区域，所以当你每个地方对比都特别强烈的时候，视觉就没办法集中。然后一般像这类日系插画以人物面部为重点的，画面视觉重心它通常会在角色面部或者眼睛上，所以我会以这张画的面部为重点开始修改。先把背景图层关掉，调低人物图层的透明度，红线勾一下角色头颅这个结构，会发现前额这块地方有点过于突出了。当然像二次元角色它一些夸张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突出就显得有点不太协调，有点像 Q 版的那种突出，所以重新红线一下。然后这里动作其实也有点不自然，尤其是肩颈这部分衔接是有一块肌肉的，需要画出来。手臂抬起的动作也稍微往里收一下。画人物动作的时候可以先摆一下 pose， 感受一下自身肌肉和骨骼转动的感觉。有些姿势你自己凹出来的时候感觉难受的话，那就属于是不太自然的，需要是具体情况去做一下调整。现在把角色透明度调高，顺着红线出来的结构去液化。手臂这块区域直接框选裁切，顺着红线去旋转液化一下，最后再补一下空白的部分。画面右边这条手臂也一样的，框选裁切，然后稍微放大一下，因为这条手臂距离观众更近，就可以做一下近大远小的视觉落差，加深一下画面的镜头感。补一下空白的区域，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胸腔和腰的结构。我不是很喜欢这一团有点像可颂面包的形状，有点影响画面效果了，所以就裁切去掉，重新画一个稍微好看一点的。这一团头发更靠后，颜色饱和度就不会太高，吸一下背景颜色的绿色，让它看起来受了更多环境色的影响。靠前这一块头发的受光面也不能太亮，否则会抢视觉重心的落点，也就是面部这一块，它的对比度应该是最高的，所以头发这里得给它压暗，让颜色灰下去。重新回到角色胸腔这里调整光影，画面左边的胸腔会受到更多的光照，所以右边这部分会暗下去，而不是和左边一样处于同一个亮度。用光影去表现女性胸腔上的结构转折，然后因为头颅也会产生投影在胸腔上，所以这部分的光影它不会有明显的虚化，直接用硬边笔刷去切那个光感就好了。可以在中间加一些细碎的发丝的投影，增加一些画面的信息量，提高完成度。接下来用同样的思路去调整手臂的受光。靠前这只手臂面朝主光源的面应该是很亮的，而且因为它靠近视觉重心，所以可以把明暗对比加强。此外，手臂底部并没有直接受主光源照射，所以底面亮度它是需要压暗的。稍微补一下之前说的缺失的肩颈这一块的肌肉。现在开始调整面部。二次元人物插画很重视人物的面部，所以这一部分需要更多的精力去刻画。我先把帽子下面这个投影的头发压暗，形成一个相对规整的阴影形状。这一小块区域的头发可以把层次做得好看一些，不要全部受光形成平面。另一边也一样，多来一点细碎的光影，增加画面信息量。鼻梁这一块是直接受光面，不需要用线去刻画这一部分结构。
笔底没有直接受光，所以需要把这一部分的阴影画一下。脸颊这一部分的光也可以画一个稍微果断一点的形状，之前的太收着了，有点不敢画的那种感觉。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眼睑顶面是有一小块平面的，受光的时候可以把这部分的光感稍微带一下，眼睛就会显得更有神。这里嘴巴也一样的，上嘴唇的面向下倾斜，它没有直接受光，给它压暗，把嘴唇的形状画一下。下嘴唇的面是向上倾斜的，会直接受光，给它提亮，顺便再把下巴的体积画一下。这里我感觉原图咧开嘴笑的表情不太到位，所以调整了一下嘴巴的形状。到这里对比原图，我感觉已经好很多了，只是还需要再强调一下视觉重心。按照之前的思路，将下半部分，也就是裙子这里，它对比度过高的部分用环境色去压暗，然后再重新回到面部，修正瞳孔的形状，在虹膜上添加近似色，用画宝石的思路去画眼睛，就会有 bling bling 的效果。点高光之前先画一小块暗色，这样就可以把高光反衬得更亮。稍微画一下虹膜上的纹理细节，继续修一下眼睛的形状，然后把眼睫毛没有受光的部分变暗一些。这里可以把虹膜的边缘稍微模糊一下，让它跟眼白融合起来。为什么这么画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看其他画二次元的经常这么干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小窍门吧。来看一下前后对比，这一张我没有全部改完，基本上也是遵循原作的绘画习惯和风格来的，就稍微提供一个比较通用的绘画思路吧。有需要改图服务的小伙伴可以加企鹅群，里面有我经常用的笔刷，还有平时练习留下的绘画素材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下期如果收到改图的话，那就再继续啦，拜拜。